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超级忍2代。今天是下半期，上一期呢咱们攻略了前4章以及第5章的第一个场景，今天咱们继续。这样的话，上期和下期基本上就是时间差不多，也可以看出本作的流程还是很长的。我现在通关的话也要接近40分钟。小的时候如果把所有的要素都收集，整个通关的时长在1个小时左右。下面有几个手里剑，有的小伙伴说这叫苦无啊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成了。而且上一期呢，很多小伙伴跟我说大叔啊，你所说的那个超级忍1代 MD 平台的那个是影武者，没错，那个游戏呢我也录制过。而且其实当年玩红白机的游戏也好，世嘉 MD 的游戏也好，这些游戏的代际关系，很多小伙伴往往捋不清，然后就错叫错认了。其实这种情况呢，你包括魂斗罗系列、马里奥系列都非常的明显。我这里使用了一个防御是按住攻击不松手，这个在游戏的前期利用的机会不是很多。但在后面打一些 BOSS 的时候呢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用的。其实我说超级忍1代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就知道了。我一说领着那个狗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我说的是影武者。那其实我说的是什么，大家也理解了，这样沟通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像如果我说空中魂斗罗，很多小伙伴就知道是最终任务那个游戏，但其实呢，所谓的空中魂斗罗这款游戏并不存在，而且最终任务和魂斗罗也没什么关系。包括我说水上魂斗罗，大家都知道是赤影战士那款游戏，但实际上那款游戏和魂斗罗也没有关系。马里奥系列就更不用说了啊，甚至出现了马里奥的换皮游戏，把成龙之龙换成马里奥的皮，然后叫什么玛丽时代。最关键的是换成马里奥之后呢，包括他那个翻滚技能，你感觉不到有什么违和感。很多小伙伴感觉哎，这就是马里奥啊。最可气的呢是成龙之龙那款游戏里还出现了乌龟类的敌人啊，这样就更合理了。所以说当年那个特定的环境啊，造成了这种现象。那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不同的机种之间的移植，再加上日版啊、美版、欧版等等出品的时间不同，造成的这个现象。甚至现在的三国无双系列它的日版和美版的代际就是不一样的。历史原因造成的吧。大家知道互相介绍游戏的时候说的哪款游戏就好。这关呢敌人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它考验很多的操作。虽然难度方面呢不算高，毕竟这不是一款无双类的游戏。BOSS 战啊，这个 BOSS 是2个形态吧。这个 BOSS 是一只机械巨龙，好吧，是一只机械哥斯拉。和他打架呢，就是保持距离。离远点打，这样他的这个光球打你也需要时间，你可以找时间空档来躲避。龙头打爆之后打他这个弱点，哎，他挂了。那我的这个忍术键按晚了，我以为那个发光球要打到我呢，其实那个光球呢是可以打碎的。第6关陷阱，上一期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说这款游戏有6关，那其实是有7关的，第7关特别长。
第7关的长度呢，相当于前面的2关了。这个很多小伙伴就有疑问，说那为什么不把第7关分一半，这样就变成8关了呢？但其实呢，它少一个 BOSS。这样，如果你分成2关的话，你还需要重新设计。而且呢，你像早年的这些游戏啊，一般都习惯把最后一关做得长一点。这样呢，即使它的难度曲线没有上升太多，但是也由于玩家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集中，造成一定的公关困难。很典型的《忍者龙剑传3代》就是这样。最后一关呢，每个场景你都感觉不到它有多难，但是呢，放在一起，让你一起打10几个场景，你就感觉很难不犯错。这关的场景设计也是非常的用心，在一个下坠的石块堆里和敌人打架。那这关的难点呢，就是来自于屏幕右方的会飞行的这个敌人，但好在呢，它只在屏幕的一侧出现。这样，如果你懒得背板的话，你就经常用你的手里剑来封堵一下右侧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你听见敌人扔出手里剑之后，你马上蹲下，或者跳跃来躲避。我这还有奖命呢，我的这个生命数量应该是已经溢出了。这样，我如果使用自爆的那个忍术的话呢，表面上看是不消耗生命的了。哇！看那块石块那么小啊，这也要踩啊！虽然在牛顿力学方面这关看起来不是很合理，但是玩家玩的时候是真的爽啊！这个小关的 BOSS， 这个小关的 BOSS 我感觉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简单的 BOSS 之一了。近身呢，他有刀可以砍你，但实际上你也有剑可以砍他呀。然后离远了呢，你就可以远程攻击。所以这个 BOSS 真的是没有任何压力，怎么打怎么有理啊！好，它变成羽毛状态呢，也可以攻击它。闪光了，马上要挂了。应该是最后一次电了。好的，打完。这是第6关的第1个场景啊，还没有结束。后面呢有一个迷宫，这个迷宫这里的柱子啊有一个隐藏的忍术，但实际上咱们忍术没有用了，已经到了这个场景了。到了通关之前吧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自爆的那个忍术。这个场景呢，有一些高手啊习惯2段跳，用8方手里剑来打。那我还是习惯一点一点推，稳一点。因为实际上咱们扔出手里剑攻击的时候呢，这个间隔还是比较大的。对面一起上来3、4个，这样你是没办法全打的，很容易挨打。快跑吧，这里敌人的攻击非常的多，而且啊，关键是，咱们脚下是木箱木块，你如果蹲下来攻击的话，很容易就把脚下的木箱呢打碎了，掉下来了，这样本关需要重打。你进错门的话呢，这个迷宫就是一个无限循环，所以要进正确的门。哪个是正确的门呢？最难达到那个就是正确的门。好，这里大家注意这个操作啊，注意攀墙的位置和节奏。那其实这种操作的考验在很多游戏当中都可以看到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红白机版本的蝙蝠侠1代那款游戏就很难，对吧？我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。哦，这个地方，我这个也太粗了吧！而且上面都是刺，这一下应该是秒杀的。这2个一起来，谁也顶不住啊！2根一起。这里呢，进中间的门是打 BOSS， 进右边的门呢可以去刷忍。但是刷了之后呢，你会回到前面的几个场景重跑一遍。
这个 BOSS 呢2个形态，咱们现在打的是第一个形态，它是分身的。2形态了，打他一下之后呢，我就防御啊。2形态难一点，但是呢，如果他出现向一侧跑的那个状态就好打。好，咱们脸不错，这样可以多飙他几下。打完。本关的难点其实是这些扇子啊，但不过这些扇子呢，咱们是可以打掉的。好，第7关对决。对决的场景呢，就来到了敌方的空中要塞。说到空中要塞，再说到忍者的要素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游戏专有名词。这个专有名词呢，也来自于忍龙3代。黄泉的方舟就是敌方的那个最终兵器啊，3代里边，一发炮弹就把一个山轰平了。把这儿破坏了，那敌方的这个要塞还飞得起来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咱们也是来拆家的。这个地方2段跳，好，这里要上升了。那整个关卡的流程设计呢，就是咱们入侵这个要塞啊，从外侧、从底部到核心位置这样一个流程。这个地方扔手里剑要准一点，不要让这个小炮呢发射第2轮。而且敌方还有这种小的飞行器，飞行器出来之后，它就在你手边，你只要第一时间去打它就可以了。在平台上的时候呢，不要来回跑动。包括下一个场景，有一些固定的地方刷这种小飞行器，最好背一下板。如果你跑的话，很容易就撞到了。这里又变成了2个小炮啊，之前已经出现4个了。咱们第3个场景了，还没有进入这个要塞内部呢。其实大家想一下，忍龙3代最后呢，隼龙进敌方飞船的时候，也是最开始呢是在飞船的外侧，然后进入飞船的内侧。不过忍龙呢，最后一关只是第1个场景是在飞船外边，后面就进去了。敌方的这个炮啊，它发射的这个炮弹是可以打掉的，也可以防御住。打这儿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一点最终任务，也就是空中魂斗罗第3关的那个感觉。因为第3关呢，也是打一个巨大的飞船，那上面也有很多这种炮。从刚刚开始，固定有4个位置刷那种小型的飞船。大家注意，在这儿有一个，不要跑，跑的话肯定会撞上的。好的，这回呢进入了飞船内部。那从这个场景开始呢，你就没有敌人可以打了，全都是靠操作了。大概长达5分钟的关卡流程，考验的都是你的操作。刚刚那个地方，咱们要垂直下来，然后呢弹墙。像这种操作的考验，在红白机的蝙蝠侠里边也有类似的。后边还有呢。好，这个地方难了，大家注意。攀右边的障碍的时候呢，打点低一点，然后左边高一点。
这样呢方便咱们越过这些柱子上面的电流，否则呢会电到咱们的。说起来呢，蝙蝠侠那款游戏里边也有类似的考验，甚至啊一会儿在下一个场景，那个操作呢考验的玩家是来回攀墙的节奏还有位置啊，那个地方我记得蝙蝠侠里边也有。所以说游戏这个东西啊，如果你玩的多了，你自然就会有很多经验。好了，这里是考验小跳，跳跃键呢轻按，这样跳跃的比较低。跳得高了呢，就碰到电了，很容易就掉到坑里了。那其实小跳这个东西，我最开始是在哪个游戏练的呢？就大家可能都知道马里奥，因为在3关1讲命的时候，讲无限命的时候，你利用那2个龟壳踩他们的时候，你就不能用大跳，你要用小跳、中跳来达成无限命。这个地方是考验玩家跳跃落点的精准性。这个奖命啊，咱们这个奖命数真的已经溢出了，已经看不见具体是几了。反正如果大于9的话，你发动那个自爆的忍数呢，看着你生命是没变，但是血量会加满啊，就等于是下一条命。等一波这个平台。好，这里呢要注意跳了啊，往平台边上站一站，这样它进入电流的范围的时候呢，不至于波及到咱们。踩一下这根柱子，然后等一等。这里要大跳，不然够不到这个水管。好了，这个场景和蝙蝠侠那个比呢，难度更高，因为右边的这面墙呢向左面挤，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呢，就不可能下次再上去了。所以说它的容错率呢变低了。蝙蝠侠那个只是墙上有尖刺而已，你掉下来还可以继续往上跳。这里我就调整了一下节奏啊。有电流的墙还是很多的，跳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好的，这样来到了最终 BOSS 战。最终 BOSS 呢也是2个形态啊，这家伙也是个忍者，所以他也会什么8方手里剑啊、手里剑之类的技能，并且他普通扔手里剑呢是3项。咱们防御一波，标他，好站个安全位，和他距离尽量远一点。好，变身了。变身之后呢，他招式有所改变，咱们用手里剑来打他。防4发呢，他会倒地一下。哦，这里我不自信了啊，这里我不应该这样打。哎，他要自爆了，让我先自爆啊，让我先爆一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的，这样通关。游戏整体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除了背板之外呢，对玩家的操作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容错率方面也比较低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确实也是世嘉 MD 平台最出色的忍者题材游戏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级忍2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